随着大家手头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性能越来越强，大家对充电功率与充电可视化的需求也在不断攀升。140瓦多口快充已经逐渐成为数码爱好者和创作者的刚需。那问题来了，市面上这么多选择，哪一款才最值得入手？今天我们在安克智显充、闪极点阵拼以及酷派科15号这3款热门140瓦充电器放在一起横评，从外观交互、便携性、多口功率分配、协议兼容性以及满功率烤机测试和发热表现，一个个拆开来看，找出真正适合你的那一款。在外观上，安克采用了一个比较简洁精致的一体化金属设计，正面配有一个智能显示屏，可以显示包括目前的总输出功率、各口的输出功率、充电器温度监控以及累计使用时长。整体的数据可视化做得非常到位，接口配置为3个 C 口以及1个 A 口，属于比较全能型的方案，重量为280克。闪极则采用了灰色复古风格，侧面是一整块点阵屏幕，能够实时显示总功率和单口功率，不过无法同时显示各口详细数据或温度信息。接口配置呢是3个 C 口，重量为236克。而酷派科15号作为一款相对来说推出较早的产品，采用了双材料拼接的家族化设计，接口配置跟安克一样为3CEA， 但是没有显示功能。它的重量呢在3者中最高，达到334克，更适合放在家中固定使用。那么快充头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测试那必须是看看它们在单口与多口充电时的功率分配是否合理。经过测试3款设备在单口输出时都能够通过 PD 3.1协议达到140瓦的最大功率。不过当多个接口同时使用时它们的功率分配逻辑就有明显差异了。在我的测试中，当我在 C1 口插入功率为87瓦的笔记本， C2 口插入67瓦的无人机电池时，可以看到安克给2个口分别分配了大约70瓦的功率，总功率达到了137瓦。闪极的分配则为82瓦加30瓦，总共112瓦。而酷派科为2个口各分配了65瓦，总共130瓦。从这里可以看出安克和酷派科的逻辑都以总功率优先，其中安克以7瓦的优势略微领先，闪极则更倾向于优先 C1 口的输出，导致总功率下降到了112瓦。当我在接入第3台功率为65瓦的掌机设备时，安克3个 C 口分别提供了65瓦、45瓦以及30瓦，总共140瓦。闪极呢则稍微低一些，分配了64瓦加30瓦加30瓦的124瓦总功率。而酷派科的分配则略微显得不合理，为65瓦加60瓦加 7.5瓦，一共132.5瓦，导致插在 C3 的掌机几乎无法充进去电。总体来看3款的功率分配都是按照 C1、C2、C3 的优先级，所以大家在充电的时候呢，可以把功率最高最大的设备，比如笔记本、掌机等插在 C1， 平板、手机、无人机等中等功率的设备插在 C2， 以此类推。什么？你说让我再加1台设备？OK， 但这时呢，要首先排除闪极因为它只有3个口。当我在 A1 口呢再插入1台3星小折叠 Flip 6时，安克给4个口分别分配了60瓦加40瓦加12瓦加8瓦，一共是130瓦输出。而酷派科则为60瓦加60瓦加 7.5瓦加 7.5瓦，一共是135瓦。那么当我们把4种情况加在一起，3款快充头的总得分呢，从高到低分别为安克547瓦、酷派科537.5瓦以及闪极500瓦。接下来我还测试了很多朋友都关心的多口充电时是否会因为插拔导致断电的情况。这里我测试了在3款产品除了 C1 口外都插满的情况下，在 C1 口接入1台大功率笔记本，可以看到这时闪极与酷派科都有断电导致手机掌机重新亮屏的情况，而安克呢则能够保持不断电的同时完成协议握手并重新分配功率。在协议兼容性方面，3款都支持 PD 3.1、PPS、QC、FCP、AFC 等主流快充协议。这里我整理一个表格，方便大家参考。总体来看，3款在使用公有协议充电时支持的功率基本一致。我测试了苹果最新的 iPhone 17 Pro， 大概能达到34瓦左右，22分钟可以充至50%，充满则需要75分钟左右。它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私有协议上。酷派科作为小米生态链的一环，支持小米的私有协议米 PPS。就拿最新的小米17系列来说，能达到最高100瓦的功率。不过小米17呢，这次也开放了 PPS 协议所以用安克或闪极走公
有协议同样能够达到100瓦。但是我发现酷派科除了 PD、QC、米 PPS 以外的协议，大部分都在 A 口上，所以在充电时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分配。总的来说，如果你比较喜欢简便盲插的话，那么安克与闪极的功率分配会更智能一些。而对于小米17之前版本的手机来说，则相反，酷派科会更友好一些。那么今天横屏的下一个环节就是3款快充头在28伏5安140瓦的满载功率下的30分钟烤机测试。同时呢，我也用热成像测温仪测试了3款充电头在待机、充电15分钟后以及30分钟后的温度，来看看它们的积热与散热表现。在室温20度的环境下，3款快充头的待机温度都在22到23度左右，充电15分钟后温度分别上升到了46度、54.5度与48.3度。不过接下来安克在20分钟左右的时候触发了高温降功率，从140瓦降到了120瓦，并在这个功率下跑完了剩余全程。我重复测试了几次这个结果都一致，可以认为120瓦是安克能够长时间稳定维持的最高功率。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的测试环境是北美的110伏电压，相比起国内使用的220伏转换效率要低一些，产生的热量更高。在220伏电压下呢，满功率的运行时间这款是在30到35分钟左右。闪极的情况呢则有些特殊它内部似乎设有计时保护，在多次测试下呢，无论温度如何，都会在满载24分钟后直接停止输出，功率掉到了3瓦左右。而且在接下来的10分钟它并不会自动恢复，必须手动插拔后才能重新充电，但这时最高功率就只能跑到100瓦了。说实话，这个表现对于一款主打大功率输出的快充头来说不太理想。如果长时间无人看管呢，可能会导致设备它整夜都没充进去多少电。而酷派科呢，作为3款中体积与重量最大的选手，散热确实是有一定优势再加上没有显示模块带来的额外热量，能够在140瓦满功率下稳定运行30分钟不降频。在测试结束时呢，3款的温度分别为61.6度、56.9度与60度。在温波表现上，安克与酷派科的控制都很出色，在28伏5安的140瓦档位下，平均只有15毫伏，远低于标准的200毫伏，也就意味着对电池伤害较小。而闪极呢则稍逊一筹，大约在32毫伏左右，并且浮动范围也要比其他2款高一些。OK， 那么今天的主要测试项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接下来呢，说几个我在使用过程中注意到的细节。首先是安克智显充，它的充电线插口放在了下方，而不是正面。这个设计的好处就是当你把它插在墙上时，线缆的杠杆更小，同时呢，它的插口尾部还做了一个加厚处理来增加摩擦，也就意味着它不容易因为重力或拉扯而被拽松甚至掉下来。这点在家里大家可能不会太明显，但如果你是在坐飞机、高铁或者在酒店用那些比较老旧的公共插座时，它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了。就是大家还真别觉得我是在硬找优点我之前用我的旧充电头的时候，为了解决旅行时插座老是松的问题真的是买了无数的延长线和转接器。另外，安克与闪极的屏幕都支持方向切换，所以竖插、横插，哪怕是倒着插都能够照顾到。不过闪极这款有一点尴尬的是它的屏幕位置在机身侧面，在我的使用场景里我发现这个侧面屏幕其实很难保持正对着我的视角，99%的时候都是 C 口的那一侧朝向我，导致屏幕基本看不到反而更像是一个氛围灯的存在。总的来说，这3款都各自有自己的强项与弱点。对于追求数据可视化的情绪价值，想要随时掌握每个接口实时功率，避免充电焦虑的朋友，安克智显充呢，无疑是这3款中在这方面最方便的一款。一体化金属外壳也让整体质感更高，再加上性能和便携性的平衡表现，不论是家用、出差还是旅行都能够胜任。所以我觉得这款可以说是最适合大多数普通用户的选择。而闪极的这款点阵屏，虽然复古的设计确实非常戳我，在市面上属于独一支我自己也买过他家不少相似的产品，但因为屏幕朝向不太友好，以及更关键的是它在满功率定时后会直接停止充电，这个表现老实说挺离谱的，所以我很难去推荐这一款。而酷派科15号呢，虽然没有功率显示功能，300多克的重量也让便携性一般，不过在妥协的同时呢，也让它能够做到长时间保持单口全功率输出。所以如果你不是那么在意它的那些小缺点，并且主要用途呢是在家使用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性能之选。这里比较遗憾的是这个酷派科的另一款
款120瓦的平显充电器10号 Ultra 在北美还没有发售啊，所以没有纳入今天的对比。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自己搜索看看。OK，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以及关注我的频道。我是波罗，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